往，痛快嚎啕了一场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生活过成了这样，不咸不淡的日子将就过了上半场。是谁养了一把傻子啊？我没哭，只是被迷了眼眶。别松手啊，我最好的傻瓜，你哪儿都不差，我没说谎话，你很好很好啊。最该被温柔对待的人是你自己啊。遥远的太阳在你身后头顶上啊。主任早。早。今天有安排吗？暂时没有。啊？格木周一没有例会了吗？没有，每个月只有1号有一次，不过时间很短，也就20分钟。周主任说了，大家应该把更多的时间都用在业务上。哈。周主任，哎，林总，这么大阵仗，查岗啊？没呀，想说头次交接，我们3个得碰一下。只能说乔主任您魅力太大了，多少求美者点名挂您的号。按您标准，我们已经筛下去很多了，这还有这么多，你一下排这么多手术，铁人也受不了啊。要不您排序，那些不太重要的，我们就劝劝他们往后放。不用，都能做。看吧，就跟你说，别给他看见，一看见手痒就停不住了。王谦，哎，这3个优先安排啊。好嘞。你等会儿，再加俩。哎。师傅，您休息吧，我来缝就行。不用，缝2下就完事儿了。你休息吧。下边手术几点啊？40分钟后。这么久啊？那以后你跟护士长说一声，我中间休息不用那么久。好。你休息去吧，我自己溜溜。好。一个鼻子做的秀不秀气呢？最主要是要看这个鼻尖，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医生的技术，还有他的审美。你想要做的漂亮，就得要反复练习。像这种斜切面啊，就这么一刀下去。千万不要反复修正，这样才最自然。都怎么研究的？这都是？这就是木雕的手法。我们做鼻子其实跟这些匠人的工艺技术没什么区别的。漂亮，你这刀工不错啊，回头教教我呗。行啊，叫我一声师傅我就教你啊。等我学会了，我再给你改进改进。谁喊谁师傅还不一定。我下手时找你啊。哎，哎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说好听了是给大主任当徒弟，结果呢，师傅是个工作狂，上了台那2个眼睛跟探照灯似的，什么大小手术全都自己上。我之前跟着杜院的时候吧，他看不上的小手术我还有机会当主刀，我现在也就消消毒，缝线都用不上我。那这么说，咱格木的切痣大王岂不是都没痣切了？不要慌啊，这不还有我的吗？以后我手术都带着你。你是能把客人给我呀？再说了，你有啥手术？
每天不就双眼皮、双眼皮还是双眼皮？怎么着，双眼皮都看不上了？你呀，知足吧。乔主任的技术可是数一数二的，你就踏实跟他好好学就完了。我是好好学，那我是不是也得实践呀？再牛的医生也需要患者来证明。我得熬到什么时候才能有台像样的手术？双眼皮也行，什么时候手术？我说过多少遍了，皮秒光子热玛吉的统计一定要分表格分表格呀！一要用的时候你就拿不出来，一上班的时候你就把那个脑袋就给我扔到家里不带来。什么情况啊，劲松？木木，你先出去，我跟董主任说说工作上的事。董主任，那我先走了。赶快去吧。哎，怎么发票也放在这里？你平时最怜香惜玉的，怎么了这是？我现在是发现了，我这个人啊，吃亏就吃亏在太相信别人了。我想要什么，到最后还都得是我一个人老实巴交的出傻力。哎呦，这话里有话，我得品品。这是说木木呢，还是说我呢？哎呦，借我100个胆子也不敢说您呐，自己没有能力，也不能埋怨别人嘛，活该。哎，活该我被全院的人笑话。你也太沉不住气了。之前我答应你，在老唐还有秦总那儿安排运作的时候，那不是还没有乔阳要加盟这么大人事变动吗？所有事儿都能变，唯独我答应你的事儿不能变。世界上有这样的道理吗？你有10000个不满意，只要你不瞎，你是不是也能注意到，新院长没给你也没给别人，那位子不是还空着呢吗？老说别人，你也动动你那一直闲着的脑子，分析分析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乔主任能力没得说，所以注定一时激起千层浪。在这期间呢，所有工作都需要磨合，所有人都还得再观察。没有尘埃落定之前，新院长这人选，老唐他们能轻易定吗？哎呀，原来有个周，现在又来个乔，我还有机会吗？怎么说呢？根据我这观察吧，希望还挺大。李总，你是这么看的啊？那你说一下，你是观察到什么了吗？哎呦，您这没当上院长呢，都开始给我甩脸的了。这要真当上了，还不定怎么欺负。不是，哎呀，李总，哎呀，错了，我错了，敬爱的李总，好吧，我深刻认识到我的错误了。我这个人嘛，就是不懂事嘛。你要批评我的，我得在你的批评中成长嘛，是不是？不是批评，是骂，狠狠的骂。你也是个男人，绝对能屈能伸。你坐下，我给你泡杯茶，你继续骂。魏医生，哎，晴晴，我刚在楼下找你呢。什么事儿啊？咱那边说。乔主任还手术呢。妈呀，又杀疯了呗！来，怎么了？晴晴，你得帮帮我，你看有没有什么手术能给我安排的？你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。你帮帮我，下半年奶茶我全包了。倒是有那么一个。行，你给我。但那女的是个奇葩，问题多，贼能看家。没事儿，你千万别去，你就给我。要是你同意，还真挺合适的。那多好，你就给我。但我这样给你推合适吗？乔主任未必同意。没事儿，我跟乔主任说一声，他不会不答应的。好，睁眼。好，来，你看看镜子。这种是小扇形，我建议这2种是比较适合你的，而且埋线不适合你，效果不会很好。我建议你做全切。
你不用担心他恢复的慢，这种就是一个很小的微创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哪一年的？魏医生看着年轻，经验可是不少呢，是我们乔主任的大徒弟。乔阳医生您听说过吧？国内颅颌面整形领域的大专家。前段时间方婷那个手术听说过吧？主刀的就是我们乔主任。放心吧，亲爱的，不靠谱的医生绝对不会推荐给你。全切双眼皮手术我做了不下300台了。亲爱的，决定了吗？就你说这个价格，魏医生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了。有感觉吗？有一点。这边呢？也有。行，那我们再等等哈。好。别紧张，很快就结束。现在有感觉吗？没有。试一下这边。有吗？也没了。行，那我们就开始手术了。开始了啊！啊，看一下全取了。这好歹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等等就帮你缝线了，会用风针皮瓣，等到愈合之后都看不出来了。你们这些名儿起的可真够唬人的啊！你老婆上礼拜才来，怎么不跟着一块来啊？哎，这不忙嘛，我都快连续加了1个月的班了都。你们医院最好提前做准备啊，马上就要年终审核了就。往年不是年底才审核吗？情况不同啊，现在整个行业发展的比较好，为了加强管理，会提前审核4级手术牌照，所有医院都一样。哎，具体位置发给您了，有空去尝尝啊。那不打扰了，谢谢。哎呀，说要退休去日本，明明都还在挂单呢。上海那老外回邮件说了一大堆，总结一个字：no。啊，你说我们列了这么多的教授，怎么样也能找到一个，没想到，只能说我们这个行业发展太好。说以咱们医院的实力，就算要重新审核4级手术牌照，问题也不大吧？没必要非要找专家。4级牌照只是一方面，最重要的是，最近发生这些事啊，让我反思我们的运营上面出了一些问题。你说这些求美者到了医院，最先看到谁？就是咨询部啊。下减下治这个事，暴露了我们咨询部的专业素质不够。咨询和医生本来出发点就不一样，他们有业绩压力，他们给出的方案那肯定是偏效益的，这不还有医生面诊把关吗？再说相关的计划你不是都调整过了？不光是调整几个项目、几个咨询，想要让格目做得更好，我们就要重视我们医疗体系的培养，领头羊就是个关键了。我们要找一个既有学术地位又懂得教学的业界权威。哎，楚风楚教授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他可是泰斗级的呀。楚教授年纪大了吧，现在身体吃不消了。这看着挺年轻的啊，你看，看起来比陈教授精神。啊，他应该要退休了吧？应该不在一线了啊。人这2年没少发论文，还都是重量级的。他学院派的，未必懂得现在的趋势还有审美啊。哎，这老头还有微博呢，哟，粉丝不少，发的挺勤啊。哎，前不久还刚转了乔阳一篇微博，你看看看，啊，哦，他是不是乔阳导师啊？那这事儿简单了，我问问乔阳哈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哎呀，金东，您说这些我都理解，但我们老师他愿不愿意来吧，这事儿我真说不好。他那人的性格，我只能说我试试看。乔主任，小七出事了。这手术当初做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，回去一查，魏小溪就只是一个住院医生，对吧？他怎么可能做个300台手术？说了今天拆线，肿成这样怎么拆？别着急啊，亲爱的，我给你看看好吗？哎，往上看，只能抬到这儿了吗？还能往上？好，往下看。闭上眼睛，我看看。没问题，亲爱的，我这是正常的术后反应，不是手术质量问题。您看，跟我说的一样，还在狡辩。我有朋友做过这个手术，他们几天就没事了。我呢，都多少天了？每个人体质不同，所以消肿的时间也会不同。就像是正常吃饭，那有的人对大米饭还过敏呢。啊，是。全切双眼皮手术我做了不下300台了。我就问你，他有没有做过这300台手术？尊敬的魏小溪女士，祝贺你，你也是有律师函的医生。你也知道，手术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就是消肿消得慢。但你撒谎了。最绝的是这律师函压根就不是律师发的，是他自己发的。你这位患者职业就是律师，精不精细？证据采集非常充分，人家有备而来。这官司要是赢了，你这辈子都做不成医生。是，这是我第1台主刀的重建术，但是我做助手不下1000台了，模拟更是数不清。人生总有第一次，别人不给我机会，所以我自己争取了。你在3院不也自己争取手术机会吗？你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，所以不信任。夏青对你也一样。你就回答我一句话，是不是在校外给乔慧打过针？我没做错什么。医生和其他任何职业都不一样，职业操守是第1位的。还是你自己申请退学吧。是谁告发我？乔阳。提前来了也不说声。师母去圆圆家了，活该，只能吃方便面了。师母不在好啊。那您不就可以大开杀戒了？哟，带酒贿赂我。哎呀，后悔了吧？想让我帮你说情回3院？怎么可能呢？我敢让您干这么不体面的事儿吗？好歹也是您的高徒，我想去哪儿，那还不得别人追着我呀？带了酒准没好事儿，说必须是好事儿。我就想让您给我松松土，陪我快点成长。什么意思？我现在不去了一家民营医院，叫格木，4级牌照，老板呢都是一帮同龄人，大家都是想干正事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我刚退休，在家清闲没2天，就想看看手机，上上网，喝喝酒，养养花，跟你们那帮年轻人不搭。得了呗，您那方便面配酒就搭了？搭呀，方便面就酒，越喝越有。您那每次就喝这么一小口，不就为了想保护好心脑血管，好有机会再上手术台吗？明白。回3院呢，那就是为了患者，为了医学。这要是去了格木，
面子挂不住哟。你可别气我，我现在老喽，就剩下这身羽毛了。羽毛也得展翅高飞，才能发挥它最大价值。您有技术，有意识，还有带新人的耐心。您这身羽毛搁着不用，那不就是活标本了吗？这，狗嘴吐出象牙。哎呀，是那意思。最近我开始看《老人与海》了，圣地亚哥可是个好渔夫啊，但他也遇到自己的人生陷阱，但人家可没沮丧啊。要我说，有人天生属于湖，有人天生属于海，您就天生属于海。好久，应该超过15年了。哎，乔阳，前一段做的那个全切的手术啊，不是闹得沸沸扬扬，连我们这一帮干了一辈子的老家伙都在群里啊转发呀讨论呢。真的？我在圈里就给他们回了4个字：是我徒弟。又显摆了吧？哎呀，好久没有听到您当面夸奖，够我嘚瑟1礼拜了。其实啊，最近几10年医学都在迅猛的发展，就是你以前有再高的医术，原地踏步就是落后。我老了，是属于你们的天下了。您能别老说什么老不老的吗？真是的，我这也刚入坑，还在试用阶段呢。他们一说想请您，把我兴奋了，我立刻就自告奋勇说要来找您。我一想到还能跟您在一块儿工作，别提有多幸福了。格木这家医院还是有搞头的。最关键的是，您知道格木老板娘是谁吗？周静雯吧？您知道啊？我就说你一直在关注着吧。我一直在关注。静雯前一段不是做了一个被家暴者的修复术吗？好像跟你那个手术前后脚。我们这个老家伙的群里啊，也在讨论，在转发。那我可说实话啊，那手术是我们俩一块做的，我没挂名。你看看，我就知道，其实那个手术看起来简单，实则不然。一连串细密的缝活，哎，再加上3个小时，要完成那么多疤痕修复，真的不容易。老师，请你一杯，给你点个赞。谢谢老师。您来吧，您来了，我们才能飞得踏实，飞得更远。谢谢你对老师的信任啊。其实当时为了你们俩，我欠学院一个很大的人情。我好不容易把你们俩招到我的门下，结果没想到弄成这样。之前您感觉夏青太挑剔，不好打交道，就不让我接了。正好那天魏小溪来找我，然后我一想，他们不是挺烦人的吗？借机给他们个教训。他们那师徒俩，估计现在满脑门子官司，想想就开心。你看他们开心吗？扔下食具，他们就都抢。我们喂鱼呢，最重要的就是保证每一次不要让每一只都吃饱。如何保持平衡，对一个生态而言是最重要的学问。无论什么情况，我都不会傻到拿锤子去砸缸。缸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你跟我几年了？5年了，我是跟着您来格木的。5年就这点长进？我错了，李总。没有下次了。我不敢了。出去。我跟夏青那边谈了，对方呢拒绝庭外和解，一定要打官司。反正该找的人都找了，连他们事务所合伙人拐着弯微信都加了，没有用。人家说了，这是私人事务，找谁来不好使。哎呀，真是油盐不进。强强说了，魏小溪是他徒弟，让他来处理吧。现在正是4级牌照节骨眼上，千万别受什么影响。
喂，你好，哪位？请问吗？我是楚风啊。楚老师。夏女士，你不会是在跟踪我吧？你的律师函上有你们所名字，能聊两句吗？有什么好聊的？我说了，我拒绝庭外和解。夏女士，你要是拆线拆完，恢复期更慢。我看你也挺忙的，要是周末再去医院，我估计你伤口都长得差不多。万一要拆不干净，你还得2次手术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没有。你要是再纠缠我，我也可以告你。确实啊，你应该告的人是我啊。我一会儿给你开个红霉素眼膏，1天抹1次，睡前抹啊，抹3天就行。为什么？是为了预防感染。我是问你为什么要替他出头？我打听过了，你也是新来这个医院的，他不过是个小医生。为什么？我考核过，他的专业技术没问题，他独立操作我是放心的。我今天给你拆完线，你过1星期自然消肿了，你可能还会去感谢他呢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次，每一位医生也会有自己的第一个患者，就像你们做律师的，也总会有自己的第一次开庭。魏医生，不用送了啊，我后面也没事，我送送你。对不起啊，夏律师，我确实是骗了您，我之前没有做过300台双眼皮手术，但是你做过1000台手术助理，你知道吗？我最擅长的就是写律师函了。我写过的律师函不比你上的手术要少，在同龄的男同事当中，他们大多数都能独当一面了，但是我还是在干一些杂活。上次我问我的老板为什么还不让我上庭，他居然说我长得太一般了。最可怕的是，我真的信了。我要是有你师傅这样的上司就好了。我能加您个微信吗？来，您可是我的第一个病人呢，说不定我也会成为您的第一个委托人呢。你确定吗？我专攻的可是刑法哟。走了，常联系。师傅，我知道错了，不管是扣工资还是停手术，我都认。最烦一处罚医生就停手术，到底对谁有好处啊？不过你的好日子是到头了。从今天起，我的手术都你做医嘱。真的吗？那意思是我有机会主刀？有志气。不过你得先把那300台双眼皮做好。好玩吧？其实我说这种东西很神奇啊，他们必须分开养，他们有强烈的领地意识，不能放一块儿，放一块儿就掐架。你看这个，肯定是掐过架，鼻子都烂了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拿出来你试试。哎，不用，我用看的就行了，老师。害怕？哎呀，害怕就别来呀。早知道你不大喜欢这地儿，咱们换个地儿吃个 brunch 什么的。老师，您的爱好还挺小众的哦。哎，我也就是过过眼瘾，
真把他拿回去养，刮彩的就是我喽。我今天把你约出来，你不感觉很唐突吧？老师，我知道您今天找我来是什么意思。老实说，找您到格木并不是我的主意。但是如果您能来，对格木就是最好的选择。那对于你呢？对我来说，我很感激。但是如果您拒绝，我也不意外。您今天会找我，表示你还是有一些顾虑，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格木。老师，你就直说，没关系的。你是08年离开学校的吧？是。其实，在你那之前，学校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，具体的我就不说了。他跟你的选择不一样，放弃了医生，改行了。其实人家现在干的也很好啊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他临走的时候就问过我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老师啊，难道培养一名好医生不是最重要的吗？”你那个事儿出来以后，我马上就想到了他那句话。其实当老师的啊，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学生成才。你看你啊，那件事出来之后，不但没气馁，还办起了自己的医院。说真的，老师挺欣慰的。人的一生啊，谁能不犯错误呢？如果犯了错误就能成为一名好的医生，那遗憾就不只是遗憾喽。要是有更好的选择，就不会有现在的遗憾了。Hit没有大吧 ，unless you grab。哎，那句德国的谚语是不是这么说来着？是这么说的啊。要是假如只不过全都是屁话，老师您的境界，我们还得多修炼修炼了。哎，对了，小文，问一句题外话啊，你们医院的办公室让养西医吗？当然不行啊。谢谢老师。是非常好，很多达人都来打卡。外卖小哥哥好帅。哎，小哥哥，我正在直播，能不能跟我直播间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呀？你是因为怕被人骚扰，才故意留这么丑的发型和胡子。你要整形了？对。这形象很好啊！你看，你还是个网红，那个点赞数是50多万。我不想当网红，我就是想变丑一点。帅哥，您这有点凡尔赛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干医生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有患者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我还挺好奇的，这到底为什么呢？您了不了解 BBD？ 你说什么？躯体变形障碍症。我没有任何障碍，可能我刚刚表达的不准确，我就是想变得不一样。明白。这个丑变美呢，我是有能力办到。但是美变丑，我做不到，这有违医学的道德，没有整形医生可以给你做的。如果有医生跟你说他可以做，我劝你也不要做。为什么呀？我又不是不付钱，我没有要求，只要换一个样子我都可以接受。你不是专业的吗？为什么不能做？就是因为我们是专业的，所以不能给你做。
门，我是乔阳堂姐乔慧，老听我们家洋洋说起你。听说你们那个诊所比3院便宜不少啊？不行，我答应乔阳不能再去了。静雯，这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你就当帮帮我，我绝对不跟任何人说。周医生，我第一回进手术室切个人类下颌骨的缝纫，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吗？多长时间？8小时。8个小时啊！我腿都抖。但你看现在呢，半小时就能搞定了，而且一点废动作都没有。那离体的下颌骨线条极其的平。你想口是看不见的，那么小，对吧？是啊，他练的就是手上这种功夫，练的是用。乔医生，我说怎么又是你啊？那你的情况不跟你说过了吗？啊？什么呀？这是我。那时候还挺帅的。现在顶着这一道疤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。每次出门都被查身份证，工作丢了，对象跑了，钱花没了。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开出租的活，天天被投诉，好多乘客一上车嚷着要下车，我都记不清上次和人这样聊天是什么时候。人跟人聊天本来就挺难的。实话说，这些年没攒什么钱。江如那个报道我也看了，感觉你们和其他的医院不一样。和您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先做手术？钱我欠着，但一旦挣了，我一定会还。很抱歉，你跟江如的情况不大一样啊。我们是医院，不是慈善机构，没有缴费，我们不能就诊的。周医生，您不用付款了。应该的，付完了。我是要跟你说，你的运气很好。最近我们诊所出了一个新的机器，需要临床的对象，是不用费用的。不过这个新技术、新机器还是会有一些风险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我这张脸还有什么风险？小心一点啊！放门口那儿，对，对准了，你得对好，摆整齐啊！还有1小时他们就到。哎，这糖怎么没了？还有水都没补上呢，你们别忘了这个事情。我现在去煮。摆整齐，知道吗？好好好。该补的补啊！啊，一会儿他们来了，我带他们先转一下医院。您就只做赵征的瘢痕修复，等转到手术室，正好您跟乔主任2台手术做到一半。行。新来的专家是楚教授，我之前在教科书上看过他照片，贼帅。30年前的照片，现在不就？那老头爱臭美啊，一会儿当面多夸他帅。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他师公？什么师公？叫帅哥，人家情商。那我叫他什么呀？你别叫了，直接跪吧。真弄不懂，这赵征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周主任还说什么新仪器实验给他打免费，哪有什么新仪器？你少说2句吧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还有这林强，这2台手术没1台好做，还都不挣钱。他们那么高收入，非要当烂好人，我们奖金找谁？你闭嘴吧，别背后说人家呀。你要真有意见啊，就整理整理写下来交给李总。你敢吗？我敢，你去。这都说起来，把牌子都竖起来。静雯，哎，楚老联系你了吗？没有啊。
我现在找不着他。乔阳说去接他，乔阳也联系不到。乔阳怎么会？我们做医生，不仅要健身，更重要的是要强体。我们练这个八段锦，就是为了调整和控制自己的呼吸节奏。做手术的时候，才能做到身心合一。手不抖，心不慌。李医生，还在吗？我已经睡着了，一会儿打完了记得叫醒我啊。要不你自己定个闹钟，我也快不行了。涂老师，欢迎您。你好。哎，大家好。打花的钱，打花的钱。您这边。哎，好。请。嘿，乔阳、周静雯，我俩谁漂亮？在格幕嘛，你们俩还有发挥空间。楚老，您答应来我们这儿做这个顾问院长，我可算是把这颗心搁进肚子里了。知道您呢怕麻烦，但咱们这该走流程是不是也得走一下？今天晚上给您办一个欢迎晚宴。不来那些客套啊！我可听说你们俩今天各有一台很重要的手术，秦总事先把资料都递给我看了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我这个当老师的也得学习啊！哎呀，不敢！哎呀，本来我做手术从来不紧张，你一说到现场抽考，让我的手抖的，你看，忍不住了。怎么觉得好像又回到校园时候啊？楚老师，等到我们那个手术完了，你来帮我们看看。行了，该手术去吧。也曾等站在没有月光面，望着你温软的笑脸，温暖的也曾见我靠近了他。